这次我们来介绍我们铃兰之剑的新角安娜，职业粉碎者，能走3格。在推出之前，想必有不少玩家担忧，又是警戒又是攻守，让人眼前仿佛闪过一个律法的男人吧。阵营分别有露西亚、漂泊者和列阵如林，其中露西亚是这次新增却已老早存在于游戏剧情内的阵营。我们熟知的银狼、阿列克谢、黎各和阿弗拉都属于这个阵营，他们也在今天迎来独有解放。安娜作为露西亚第一支角色，本身也和埃拉曼一样承载露西亚的大光环。黎各和克拉拉则有漂泊者的大光环，黎各刚好也在露西亚体系内，在解放后假如能一同上场，就能同时获得2种光环效果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数值方面只有一方生效哦。基安希尔和阿坎贝对于埃拉曼以外的列阵如林 buff 一模一样，但是安娜没有召唤物，所以跟他们2个很不搭嘎，不建议使用他们的光环。以下是安娜、黎各和克拉拉的特殊光环效果。冰雪中的反抗，对拥有自然守护的目标伤害穿透提高，若处于守护失效则额外提高。自然守护是这次露西亚主题怪的特殊机制，这个光环同时还有第一次出现的额外光环，能对露西亚以外的所有人生效，提高警戒、反击、先制的次数，依据最大使用次数提高攻击，4次以上额外提高攻击，是第一个在露西亚外也颇为实用的光环。世界任我闯，主动攻击或反击时，每命中1名目标增加伤害，最多叠加3名。若目标处于受伤，暴击率和暴击伤害增加。勇气连心，若有护盾，伤害及减伤提高。个性分为上下2部分，上半部分不随星数变动，下半则会。第一点，无视冰冻地形，所有攻击无视自然守护和部分防御。第二点，行动结束未处于警戒时，对4格内强制警戒，造成2次伤害，最多警戒2次。下半部分随星数提升，提升带来的改变会显示在萤幕上，其中多重爆裂可被技能消耗并产生额外效果，最多叠加10层。这支角色非常耗能，还有多重爆裂这个资源需求量也相当的大，故推荐上5星，至少也要3星。基础技能击退连射，老技能了，自己看，开玩笑的。相对于原版还是有针对多重爆裂进行改动，变成额外消耗2层多重爆裂，可以再额外击退1次。第一阶左边变形斩，点地板，射程10至3格的冲锋。冲锋前会在身后放置碎冰，并获得攻击2、伤害2、移动2的加成，并使经过的地形变为冰冻。无论敌我吃了碎冰，都会获得额外技能。碎冰飞刃，无视守护，瞬发，造成雾魔宫中较高者的70%穿透伤害。Yield and save me some time. Stand down. There's fight in me yet. 右边物尽其用，抉择技能，以下技能皆为瞬发和3CD， 共有4个。利用物品，4格内选择一个物品造成伤害。拾取触发物，4格内选择一个触发物，并拉过来触发其效果。放置碎冰，范围4格，放置一个碎冰。
投掷冻伤瓶，射程3格，范围1圈，造成10%生命值伤害，并附加冻伤，伤害为施术者50%恶魔攻总和。附属被动，对可互动物品如火盆、炸药桶和战场触发物产生互动时，获得2层多重爆裂，每回合2次，选物尽其用。变形斩可开。第3阶左边，以弃王者之名点地板，射程10至2格，造成伤害和击退2。个性的警戒，射程+1，增加伤害且无法被打断。用完个性的警戒，可消耗多重爆裂1:1，额外进行警戒。行动结束时，能使用以退为进，选择方向，向反方向后退2格。右边，猎手素养抉择技能，接对单位使用2能量，射程6，共有3个。爆裂剑进行3次攻击，消耗2能量，攻击后消耗所有多重爆裂和剩余能量追加攻击。侧甲剑与第一招相比多了限制，要对有自然守护的敌人用，可以直接破除对方守护的同时打出爆裂剑的效果。没有守护的敌人就没有用。裂伤剑进行3次攻击，攻击前挂上降防3，远程易伤3，持续3回合，并使自然守护失效。先至警戒流选左，直伤流选右。第5阶左边，料敌击先，4格内被敌人单体攻击前进行先制，击退1并打断行动，每回合1次。这个技能要配合以弃王者之名时使用，会获得正侧面减伤，先制距离增加1格，且额外攻击目标1次。用完反应的先制，可用消耗多重爆裂1:1进行额外先制。右边生存大师老技能跳过，选左。第7阶左边，聚焦警觉，瞬发标记敌人，使用以弃王者之名后对该敌人进行警戒前，消耗所有多重爆裂和能量追加攻击。回合外爆率增加，追加攻击打击标记的敌人时，爆率额外增加。行动结束时，大于2点能量会消耗至剩下2点能量，用来补充多重爆裂，或直至10层。触发可互动物品或触发物时，获得2层多重爆裂，每回合1次，和物尽其用效果很像。右边，冰雪中的反抗。前面已提到，故这边不再复述。警戒流双开，不想花石头先开右边，直伤的话也是只开右边。第9阶左边强力级，右边回能级，选一个喜欢的颜色吧，或是选生命。第11阶左边冰原游击，攻击提高，攻击后可再移动2格，经过冰冻地形时，可不消耗移动力移动2块地形格。这和个性中无视冰冻地形格影响不一样，约等于他白送你2格移动力。右边北京战魂，与敌人交战后回复1点能量，每回合1次。若交战时其中一方处于边面伤，额外回复1点能量，也是每回合1次。技能格太少，实在不好塞这2个技能。假如真的不惜带大光环的话，我会更偏向选择左边，因为它有加攻击力。总的来说，这只角色很需要多重爆裂。物尽其用主要是来补充多重爆裂层数。后面的角色乌利亚，根据前瞻说是会有多重物品和触发物的角色，期待他与安娜协同能产生新的化学反应。
目前我会优先考虑携带大光环来配技能。总之，它有2个流派，一个是警戒流，一个是直伤流。警戒流必备的就是以气王者之名和冰雪中的反抗，中间聚焦警觉和物尽其用则可以作为选配的对象。再来是直伤流，直伤流则必须配备猎手的素养以及冰雪中的反抗，中间物尽其用和变形斩则选配。假如不携带大光环的话，我会倾向把大光环换成边缘游击来提高攻击，或是换成物尽其用来增加它的层数。这只角色因为其多重的警戒和先知，终于继承了默默警戒之王的称号。同时，大光环也给警戒和反警角色带来了些许希望。不过，他还是怕所有警戒都怕的人物鲁特菲。鲁特菲可以直接解除他身上的警戒，在直伤的路上甚至直逼萨姆斯，为续航力有些许问题，且王女 SP 的再行动对其帮助不大，因为在第一轮爆发的时候能量都已经全部喷完了。装备的部分我会优先推荐专武，以下是专武的所有星级。也就是说，吃满的话，能够得到 32% 的物攻和 32% 的伤害。次选则是英灵长弓，再来就是伊利亚格斗弓，不过这个只有警戒流派才能够使用。装具的部分，所有数值装具都可以装，像是守护正义之盾之类的增加物攻击的装具。然后猎手的直觉，虽然他自己已经有强制警戒，但是这个仍然能够给额外的伤害。塔罗可以用专门用于警戒的高塔，或是正义，或是法皇。刻印可以使用剑杖或杖杯，不过杖杯猎手的素养仅会回复本身所消耗的2格能量，额外消耗的其他能量则不会回复。但是对物尽其用则有效，可以直接套取2次。另外，这个效果是在结束行动后获得 buff， 下回合才能够生效，不是使用技能后马上就判定有没有生效。以下是这个角色的懒人包，推荐练到5星。技能警戒流派的话，右左左双开，不想交球的话优先开右边。右左，直伤流派的话，右左，右左。第一阶技能可以考虑也把变形斩开起来。技能的话，使用以气王者之名聚焦警觉，冰雪中的反抗，以气王者之名物尽其用，冰雪中的反抗。以上是警戒流派。直伤流派的话是猎手素养，物尽其用，冰雪中的反抗，或是猎手素养，变形斩，冰雪中的反抗。装备的部分，专武、英灵或伊利亚格斗弓。装具，守护正义之盾、沙漏或猎手的直觉。塔罗、法皇、正义或高塔。刻印则选剑杖或杖杯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，我们下次再见。